上回说到，路飞一会儿来到太古岛小花园，这里不仅有恐龙、剑齿虎等远古生物，还有比恐龙还要可怕的巨人族。好在生活在这里的两个巨人并无恶意，热情地招待了草帽一伙，有说有笑，像是老朋友一样。结果午时一到，火山喷发，像是吹响了战斗号角一般，两个巨人东利和部落基野性爆发，操起武器彼此恶斗起来，缘由不明。但他们的决斗已经持续了100多年，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，让两人100年来都无法和解？请听这回分解。两个巨人的战斗尤为激烈，整个小花园地动山摇，双方的攻击都是瞄准要害的致命一击。看得出来，两人不是打着玩，而是真正的殊死搏斗。这种战斗居然持续了100年，乌索普都看呆了，心中大为震惊。这才是真正的男人之间的战斗，好比两个战士胸前挂着旗帜，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旗帜，绝对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。大概是为了这等荣耀，所以他们的战斗才持续了100年之久。娜美对这些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一心只想安全的溜走。乌索普却坚持留下来观看，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心中的战士之血剧烈沸腾起来。胆小怕事的乌索普从小就有这样的愿望，成为勇敢的海上战士。骁勇善战的巨人族成了乌索普心中的英雄和榜样。两个巨人族把手中的武器都打飞了，赤手空拳也要斗争到底，打得气喘吁吁，耗尽了体力。部落基喘着粗气问道：“我们两个都开始有点想家了吧，东利？”东利毫不客气地回应：“所以我要干掉你，然后回到阿尔巴夫。”两人谁也不让谁，爬起来各自使出全力打出重拳，接着双双倒地。第73466战，73466次平局，两人倒在地上，突然哈哈大笑。部落基告诉东利，有客人给他送了酒。东利很高兴，好久没喝酒了，不如分一些给我。盲猜二人应该是死党，100年前因为某些事情关系决裂，靠决斗来迫使对方认输。好像索隆和山治这种微妙的关系，既是死党又是劲敌。战斗结束了，东利和部落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阵地。部落基修好了自己的武器，准备下一场战斗。听闻乌索普想成为像巨人族一样勇敢的海上战士，部落基笑了笑：“我们呀，因为比人类寿命长，所以更多的时候去想如何死去。说到底，财产和生命都是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东西。不过，如果能带着阿尔巴夫战士的荣耀死去，那就是光荣的死亡。这份荣耀又会在阿尔巴夫传承下去，这是一份永恒的宝藏。”乌索普听得热血沸腾，原来这就是宝藏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我乌索普愿称你为大师。路飞听东利说有一个鼻子很长的家伙和一个女人，很意外。娜美和乌索普嘴上说不要登岛，这不也沉浸在冒险之中无法自拔。维维安无暇顾及其他，他一心只想快一点回到阿拉巴斯坦。他急切地问东利，在这里储满磁力真的需要1年吗？东利看了一眼山洞，说道：“那里堆满了人类的骨头。”答案已经显而易见。来到这座岛上的人们，大多数在磁力储存好之前就死掉了。有的人成为了恐龙的食物，有的人因为饥饿和炎热死去，有的人则因为攻击我们而全都死了。看来对于人类而言，在这座岛上停留1年确实太漫长了。维维安倒是不担心生死，比起自己的生命，他更担心阿拉巴斯坦王国的安危。他必须要尽快赶回本国，将收集到的情报报告给自己的父亲，以防止巴洛克工作社霸占国家。东利表示很为难，他手里只有一个永久指针，指向自己的家乡艾尔巴夫。路飞表示没兴趣，因为如果目的地不是阿拉巴斯坦，继续前进也没意义。东利忽然说，要不然就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在没有磁力的情况下继续向前，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到。以前就有一个没有存满磁力的家伙离开了。路飞愣了一下，突然和东利相视大笑。维维安黑着一张脸，心里百般不解，这两个人是不是傻掉了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不能理解。东利心情大好，将酒桶中的酒一饮而尽。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喝到肚子里的酒突然爆炸，东利哀嚎一声倒在地上。路飞和维维安懵了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酒会爆炸？这个酒明明是从自己的船上拿下来的。维维安断言，一定是另一个巨人搞的鬼，酒是另一个巨人转送给东利的。路飞一下子就火了，你脑子怎么想的？两个决斗了100年的死党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取胜？二人争执不下，东利紧握手中的巨剑站起来，红着眼怒吼一声：“是你们！我们是有着崇高荣誉感的阿尔巴夫战士，除了你们还会有谁？”维维安催促路飞赶紧逃命，路飞十分果断，现在逃了也没用，拿着这个躲远点。维维傻了，难道你要和巨人打架？路飞把草帽拿下来交给维维安保管，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。虽然很对不起大叔，但我要让他冷静一点。维维安很害怕，明明刚才气氛那么友好，怎么就大动干戈了？他大声和东利解释，但东利根本不听，提起巨剑砸向路飞。你们居然用这种卑鄙伎俩！路飞躲到一边，跳起来攀上东利的巨剑，以此为跳板起跳，准备出拳。东利挥动盾牌，将路飞捶翻在地。每剧烈运动一下，东利都要口吐鲜血。路飞抓住远处的一棵树，蓄满了力量后弹射出去，一招铁头功击中东利肚子，重创巨人东利。
东丽倒下前，一脚将路飞踩在脚下，想和路飞来个同归于尽。但路飞是橡胶人，根本不怕。东丽栽倒在地，暂时失去知觉。此时，路飞心情非常糟糕，就像东丽说的，会爆炸的酒桶绝对不会是另一个巨人搞的鬼，自己一伙也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。那么答案只有一个：岛上有别人。相信电视机的小伙伴已经有了答案，没错，就是 Mr. Five 他们几个搞的事情。为了拿巨人的人头去换赏金，又不敢和巨人正面硬刚，卑鄙的死瑞哥伙同 Mr. Five 出此下策。先重伤巨人东丽，然后利用东丽和部落基的决斗，借部落基之手将东丽给干掉。小Five问死瑞哥：“草帽一伙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死瑞哥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：“你说那群小辈啊，从我的一条龙服务中挑一个出来，保证让他们满意。我的座右铭就是小投入大犯罪，不用战斗就能解决敌人的办法，要多少有多少。”这时，岛上的火山再度喷发，两个巨人一天两场的决斗，下半场开始了。部落基举起战斧准备应战，另一边的东丽挣扎着爬起身。尽管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这场战斗有可能是有去无回，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奔赴战场。路飞和薇薇安想要制止东丽，你这样去和自杀有什么区别？东丽抬起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将路飞压在下面，防止路飞出手阻止自己。虽然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但战斗已经开始。从已经开始的战斗中逃走，就意味着背弃了战士之名。东丽感觉到自己受伤大概和草帽没有关系，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后，东丽操起巨剑向战场走去。路飞大声嚷嚷着，这场战斗被人做了手脚，根本不算决斗。东丽没有理会路飞，带着武器在约定好的决战地和部落基相遇。部落基当然不知道东丽的遭遇，两人打了招呼后，操起武器厮打起来。身受内伤的东丽只能勉强招架部落基的攻击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你怎么了，东丽？比恐龙还弱鸡！此时此刻，死瑞克针对曹望团的伏击开始了。他用蜡烛在森林里做好了曹望团的蜡像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趁机将他们挨个捕获。乌索普本来与娜美同行，听到恐龙的叫声，跳起来跑得比娜美还快。接着他又听见娜美的身后尖叫，回过头的时候，娜美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这个丛林也太诡异了。乌索普哀嚎着在丛林里拼命奔跑，扯着嗓子喊他心里唯一的救星路飞。乌索普闷头狂奔，终于来到了压着路飞的五指山下。一见到路飞，乌索普就见到了救星，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，告诉路飞娜美被恐龙吃了，我自己跑了，我居然是个见死不救的混蛋。路飞呆了，薇薇安示意两人冷静。你怎么确定娜美被恐龙吃了？你亲眼看见了？乌索普不可思议地看向薇薇安，你傻还是我傻？如果我去看了，我还能活着回来报告？薇薇安摇摇头，他怀疑巴洛克工作社的人跟踪他们来到了岛上。如此一来，娜美神秘失踪，巨人东丽被暗算，所有的事情都说得通了。乌索普听薇薇安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，尖叫着对路飞说道：“这可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战斗，怎么能以这种方式决出胜负呢？”路飞表示：“道理我都懂，我怎么从这五指山下出去呢？”而此时，东丽和部落基本就不势均力敌的决斗中，死瑞克再次使出阴谋暗算，用蜡烛将东丽绊倒，部落基一斧子砍在东丽的肩膀上。路飞等人就听见不远处的丛林里传来一阵吼叫声，接着看到鲜红的血液飙了出来。路飞气得磕头，仰天长啸。乌索普虽然吓得浑身发抖，但他此时和路飞一样义愤填膺。他想亲自去丛林里揪出使诈的家伙，不过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小废物带着浑身是伤的可达鸭找了回来。刚刚可达鸭在丛林里遇到了小废物和他的搭档，小废物希望通过可达鸭的叫声将路飞和薇薇安引到丛林里，他们在丛林中埋伏两人。但没想到这个可达鸭也是硬汉，不论小废物怎么殴打他，他都不肯吭半声。小废物只好带着可达鸭找上门来。此时两个憨皮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看来威士忌山峰，路飞和索隆打他们打得还不够狠，没有让他长记性。二人站在原地，表情嚣张，语气猥琐。路飞又气又急，奈何这五指山太重，挣脱不开。乌索普和薇薇安看到他们就火大，出手攻击。小废物用皮实炸弹打伤乌索普，妹子情人节从空中一个重力加速度把乌索普压在地上。这一下路飞更火了。小废物呵呵笑了笑，你们不用这么火大，我还没准备杀死你们，我们只是遵照了斯瑞格的命令，把你们抓回去。提到斯瑞格，薇薇安有点慌了，那是吃了融化果实可以随意操纵身上蜡烛的蜡烛人，是比小废物级别还高的高级干部。此时巨人的战场上，布洛基并不知道事情的起因，他因为赢了决斗而喜极而泣。整整一个世纪，历经了73467次战斗，73466次平手，终于在最后一战中赢得了胜利。二人的决战结束了。布洛基还没高兴多久，斯瑞格那个让人发毛的笑声从他的身后传来。因为胜利而喜极而泣吗？单纯的单细胞生物就是好啊！布洛基大感不妙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的双脚已经被斯瑞格的蜡烛给锁死了。就算是自己这样的巨人，也根本无法挪动半步。斯瑞格得意一笑：“你已经被我抓住了。”